比特币在哪里还有抄底机会呢？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可以看到呢，目前华语合约交易大赛已经结束了，我们战队如同预期的，我们拿下了第一名。我们战队呢可以瓜分$6750的奖励，而且战队呢总共有30-40个队伍参加，所以拿下第一名还是蛮不容易的。所以如果之后你也想要在比赛当中拿下奖金的话，那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加入科比托战队。我们是第一名没问题。那我们总共呢创造了251%的战队收益率，然后可以拿到$6000多的战队奖金。那我个人呢虽然说只有创造了4点多%的收益率，但是呢我这支账号里面的钱还是不少的，所以其实也是不少的利润。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呢，目前呢我依然持有这张以太坊的多单，那这张开仓价呢就在$2070左右，现在还是有着蛮不错的利润呢。那我们再来看到我之前所开的这几个仓位吧，也都还依然持有着，因为我认为回调很有可能随时真的都可以结束的。好，那如果你也对交易感兴趣的话呢，非常欢迎你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会送你$30的现金哦，就是你可以直接提币走的。那 BitGet 你只要 KYC 就可以拿到$15的现金，一样可以直接提币。我们来看一下减半吧。我们离减半呢只剩下109天又9个小时，当然这个时间是会浮动的，但大约就在这个时间点附近。那我们可以在图表上面呢稍微拉一下，我们从日线来看103天，那大约会落在什么时间点呢？往前拉103天，我们可以看到大约会落在5月初的位置，5月初。当然啦，最快有可能在4月底就产生减半了，不过基本上呢会在5月初的这个位置，4月底5月初我们就即将迎来减半，这个是完全没问题的。那减半我们都知道，我们牛市即将开启了，我们的真正的大牛市，真正市场资金会非常疯狂的这种大牛市呢，正准备开启。那我们还有没有机会呢？再把我们手上剩余的现金再把它买成比特币，或者是说你在这个波段呢，你有进行了低买高卖的操作，有的这些利润现金还可以在哪边买入呢？好，那我们可以来纵观一下比特币过往的历史。首先呢，我们先把减半期我们先给画出来。那我们下一次的减半时间点呢，就是在5月初的位置，那离现在是103天左右，大概就在这条白色线。那我们之前的减半呢，减半时间点上一次是在20年的5月，那其实这次也是一样的。你看20年的5月对不对？我们加4，因为比特币是4年一轮嘛，20年的5月加4，那就是2024年的5月，所以其实比特币它一直都按照着4年一轮的周期在走的，从比特币创建至今呢都没有被改变过。那我们再往前就是2020 5月减4，大概是2016年的7月，大约。那我们再往前呢，就要看到2012年的11月左右了，基本上就经历过这几次减半期。我们可以发现呢，在这几次减半当中我们前面一旦有出现过这种箱体它要再回去就相当的不容易。那其实我们在过去呢都出现过2个这种箱体，在减半期之前。那我认为我们现在呢其实也已经出现了。第一个呢就是从下面从15000一直到3万的位置。那第二个箱体呢就在25000，然后一直到3万，这2个地方，也就是庄家主要吸收筹码买入比特币的位置就这2个区域。那你可以看到呢，我们在2015的时候当时也有走出2个很明确的震荡的位置。那当然后面就没有再回去过了。那如果说回去的话呢，就会是非常好的买入时间点了。你可以看到呢，基本上我们在前面都可以被划分成2个区块的，2个主要的这种震荡休息的区块。那一旦我们减半期到之后呢，后面就是非常狂暴的上涨，狂暴的牛市所以我们只要在接下来的时间点呢，以任何的形式，只要有碰到我们前面2个箱体呢，那么就绝对要大把的买入了，不然就再也没有机会了。而且如果我们可以在下方2个白色区间呢买入的话，那我们的价格就会非常的漂亮。那以现在来看的话，大约是在15000一直到3万的这个区域。当然这个如果说是你要加仓的话，那如果说你们之前有跟我们频道如果说在2万的位置呢就有入场比特币的现货的话，那其实一直拿到2025年的年底呢也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现在考虑的是加仓的这一部分，或者是有人如果还没有买入的话，那我们在白色区间的这个点位呢会是非常甜的，会是非常值得把握的。那如果比特币往下跌，要清洗杠杆的话，我们有可能到达什么价位呢？我们可以来观察一下清算的热力图。
我们来取一个比较周期比较大一点的，我们纵观一下我们这轮上涨在哪些地方呢？我们累积了多头的仓位。那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价格的下方啊，大约在33000、34000的位置呢，它有一个爆仓价、仓位爆仓价的密集区，33000、34000。那我认为33000、34000这个价格呢，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接下来的行情当中呢，如果进行轻杠杆的话呢，是一定可以洗到的。那如果要再更往下的话呢，我们就要看到大约在25000、26000的位置了。那这个地方能不能到？这个其实就不好说了。但到的机会呢，也绝对是有的。如果说这两个位置可以到的话，我其实就会把现在呢手上的现金啊，在这两个位置呢，再进行分批的买入。那如果说我们再看到更下方的筹码的话，这种仓位啊，那基本上它堆积的就是非常非常的不明显了。其实基本上我们在$25000下方的这些仓位呢，基本上都是已经平光了。往下最重要的就是在33000、34000，还有25000、26000这两个价位，这两个价位是可以大家去期待的。当然不一定可以到了，但是我认为33000、34000是可以到的。那25000、26000，那这个就要看运气好不好了。那其实啊，如果25000、26000它即使到了呢，它也不一定会是一个很好抄底的时机。为什么呢？因为它有可能是一根针，就是一根针下去，然后立刻就上来了。它并不是下去之后，然后停留在那里给你抄底，通常不会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到时候如果发生很重大的行情的话呢，我们当然可以为大家做直播等等的，相信到时候呢，行情会走得非常的精彩。再回到比特币的图表，我们可以发现啊，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上一轮比特币它走的情况。我们上一轮呢，基本上就是两条很主要的趋势线。第一条呢，从这个位置往下滑。那当我们突破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走了小牛啊，这是没问题的。也就是我们突破了熊市以来的下降趋势线，那我们就开启小牛行情。那等到我们突破了这条趋势线啊，等于说第二次突破趋势线的时候呢，这种大周期的在周线级别的趋势线，那我们的大牛市啊，减半的大牛市呢，就真正开始了，真正展开了。大牛的行情就是在第二次突破趋势线之后。那其实我个人呢会认为啊，我们这一轮的牛市，它在前段呢已经涨了不少，在减半周期之前其实已经涨了不少了。那其实我们在之后呢，我相信是需要一些盘整跟整理，需要一些休息，它才会开启下一波。那我们可以很明确的发现呢，我们第一次的小牛市啊，就在我们突破趋势线过后呢，我们就开启了，这是绝对没问题的。那到现在也可以证实这件事情了。我认为我们在接下来呢产生回调的时候，会产生一个很明确的下降趋势线。那当然这条趋势线它斜率会怎么样？会是在什么时间点的长短怎么样？这个都还不一定啊。但当我们这条趋势线被突破的时候呢，大牛市它就真的来了啊！大牛市它就真的来了。所以接下来的时间点啊，就是我们4年一次，真的是4年一次。4年其实大家都等不起啊。所以接下来呢，出现的机会，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把握。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